老公把工资卡交给了婆婆保管后，所有的家庭支出变成让我来承担。婆婆再次提出让我把工资卡也上交，我欣然同意。转头我给老板兼闺蜜打去了电话，你以后每个月发给我2000块钱底薪就行，剩下的你先帮我存着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老婆，我的烟抽完了，你给我转200块钱过来。我已经记不清这是高英杰把工资卡交给他妈保管以后，第几次管我要钱了。从吃饭抽烟到加油，再到充游戏币，他每次都有理由，因为每次要的钱都不多。我也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影响夫妻感情，所以前几次他找我要钱的时候，我都给他了。但是这次，我实在是不想忍了。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这是明显拿我当冤大头呢。我说，没钱了找你妈要去。你的工资不是都给他了吗？高英杰可怜兮兮地对我说，我妈说吸烟有害健康，不让我抽烟，所以这个支出他不批。好老婆，你就给我吗？我说，那你之前管我要的那些钱呢？打游戏就不说了，吃饭和加油的钱你怎么也找我要，这2样总是必要的支出吧？高英杰不以为然地说，我们公司提供午餐，是我嫌难吃才自己点外卖的。我妈说这属于非必要的支出，所以这个费用她不批准。加油也是，我妈说开车上路有风险，还失去了锻炼的机会，还不如坐公车呢，所以这个费用她也不批。要我说，都是你们家的错，非要陪驾个车，每个月还得让我往里搭钱。听到这话，我真是怒了。你开走了我的车，到头来还成了我的不是了。车是我爸妈给我买的，刚结婚那会原本是我在开，后来高英杰跟我吐槽了好几次，说他上班要转2趟公车，下车后还要再步行20分钟，实在是太累了。而我去公司则是有直达的公交，不如把车让给他开。我因为体谅他，同意了他的请求，结果到了他嘴里，怎么还成了我给他的枷锁了呢？我气愤地说，钱我是不会给你的，你要是觉得日子过得憋屈，就把工资卡要回来自己保管。高英杰失望地说，说到底，你就是不满意我把工资卡交给我妈保管。我就不懂，你为什么不愿意上交工资卡呢？让我妈负责我们的开销不好吗？我每个月12000的工资，以前都是月光，但是自从把工资卡给了我妈保管以后，现在钱都能攒下来，这多好啊！我冷笑，那是攒下来的吗？那不是因为你吃我的喝我的吗？你是攒下来钱了，可我却成了月光族。高英杰说，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也可以把工资交给我妈保管呀，这样等我们找她要钱的时候，她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处处找借口了。说到底，还是想让我把工资卡也交上去啊。很快，我就想到了破局的办法。我淡定地说，我觉得你这个提议非常不错。这样吧，明天我就把工资卡给你妈送去，你跟你妈说一声，以后我们每天都去她那里吃饭，让她提前准备一下。听我这么说，高英杰露出了一副孺子可教的表情，他夸赞道，你早就该这么做了。说着，他就给他妈打去了电话。电话隔了3米远，我都能听出我婆婆在电话另一边的喜悦之情。当然高兴了，我每个月的工资加上提成有1万多块，就算是养活全家都还有的剩。剩下的钱，
说的好听是帮我们攒着，但是我打赌，那钱绝对是肉包子打狗，永远也见不到了。我婆婆这个人不靠谱，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了，到时候只要她编造一套花销，说是钱都花光了，我也拿她无可奈何。刚结婚2个月就跟我玩这么一套，往后指不定还有什么花招等着我呢。我要是忍下来了，那我这辈子都得被他们给拿捏了。趁着高英杰给他妈打电话的功夫，我给我的老板兼闺蜜思思也打去了电话。我把事情简要的跟她说了一遍，然后告诉她，以后每个月工资给我开2000块钱底薪就行，剩下的你先帮我存着，等我需要钱的时候，我再找你要。思思不愧是我多年的闺蜜，她不仅完全支持我的决定，甚至对我说，2000块钱也太便宜那个老钱婆了。其实我觉得每个月往你工资卡里发800块钱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我说，你放心吧，我吃他们家住他们家，还有附送一个免费保姆，2000块钱我不会亏的。我这边的电话挂断以后没多久，高英杰那边的通话也结束了。他喜滋滋地对我说，我妈说了，明天晚上开始就让我们去他那里吃饭，保证让我们满意。高英杰笑得特别开怀，我也笑了，笑得比他还要高兴。孩子，你对你妈和你老婆的性格好像都一无所知啊。没关系，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第2天下班以后，我直接去了婆婆家。当我把工资卡递给她的那一刻，她笑得牙不见眼的。她问，你们几号发工资啊？我说15号，下个星期就会发的。听我这么说，我婆婆的笑容就更大了。她说，饿了吧？赶紧过来吃饭。我从一大清早就开始忙活，可把我给累坏了。我往餐桌上一看，2菜1汤，1盘拍黄瓜，1盘青椒肉丝，还有1碗排骨汤。汤里只有肉眼可见的3块排骨。我婆婆解释说，我年纪大了，比较喜欢吃清淡的。你们年轻人不是总嚷嚷减肥吗？我想你应该不爱吃肉吧。我这个人啊，最怕浪费了，所以就没做太多。她这就纯粹是睁住眼睛说瞎话了。我这个人向来胃口好，而且干吃不胖，减肥这2个字就没在我的字典里出现过。我憨笑着说，妈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这个人就是长辈们最喜欢的那种孩子，不挑食，吃的也多。你不爱吃肉没关系，只要有我在，肯定不会浪费的。我一边说一边把汤里的排骨都盛到了我的碗里，不等他反应，就全都吃进了我的肚子。我眼疾手快，让他阻拦不及。他正准备开口教育我几句呢，就见我正在把青椒肉丝里的肉都往我的碗里挑。于是他暂时闭上了嘴，也赶紧加入了抢食计划。而动作慢上一步的高英杰，不得不被动地吃上了一顿减脂餐。我没有理会高英杰和我婆婆的怨念，吃饱之后就下了桌。毕竟我又不打算留下来刷碗，这2000块钱，我一定要花得物超所值。刚吃完饭，高英杰就给我使眼色，意思是要回家。我对他笑了一下，然后在他期待的目光中对婆婆说道，妈，我们的新房还没交钥匙，现在每个月租房子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，我决定把房子退掉，这段时间先搬过来和你一起住，这样也比较省钱，你觉得呢？我婆婆满脸堆笑道，那当然好了，我早就说过让你们不要浪费钱出去租房子，你们还不听，不过现在能想通，也来得及。我和婆婆的战线达成了统一，但是高英杰却是明显的不乐意了。他频频跟我使眼色来表达他的不满，但是我都当作看不到。高英杰会反对，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我婆婆那个人喜欢管东管西的，她的脑海里有一套自己的百科全书，什么科学，什么规矩，凡是和她行为习惯不符的，
统统都是歪理邪说。我公公就是因为受不了他的这套行事风格，宁可净身出户，也要和他离婚。我刚认识高英杰那会，他成天跟我吐槽他妈，还说我们结婚以后要离婆婆远远的，让我受不到婆婆的气。结果这刚一结了婚，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不仅完全忘记了之前对我的承诺，还和他妈一起算计我了。这时候想起跟我玩母子同心了是吧？那我可要给你多多创造机会。见我一直不理他，高英杰只好硬着头皮对我说，我们现在退租的话，房东那里是要交违约金的吧？与其交违约金便宜了房东，还不如我们继续在那里住着。我说，巧了不是，正好我公司的一个同事想要租房子，我跟他说了我的情况之后，他表示可以把那个房子直接转租给他。高英杰还想要垂死挣扎，他说，真的可以转租吗？这合不合法吧？不会出什么意外吗？要我说，我们还是别搬了。还不等我说话，我婆婆就开口了，又不偷又不抢的，犯什么法？就这么定了，你们就搬回来跟我一起住。我笑着说，是这么个道理。英杰，我们现在就回家收拾行李吧，这样明天就可以让我同事搬进去住了，早搬走一天，就能多省一天的房租，你说是吧？由于我和婆婆的强势，高英杰在这场名为独立空间的战役中全面落败，只好垂头丧气地跟我搬起了家。因为这个房子我们搬进去没多久，里面的东西并不多，只跑了2趟，我们就把房子里的东西给清空了。不过在这2趟之后，车子的油正好也要用光了。高英杰伸手管我要钱，说要加油。我说，我们的工资卡都在你妈那里，你找你妈要啊。因为我的工资卡也上交了，所以这次高英杰莫再找借口，而是直接找他妈要钱去了。我婆婆哪里会乐意，她一脸不赞同地对我说，都怪你，非要陪嫁什么车？以前英杰每天坐公车上班挺好的，又省钱又锻炼身体。我笑着说，妈，都怪我考虑不周了。昨天英杰也跟我说了同样的话，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不过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知错能改，从明天开始，就让英杰坐公车去上班吧。正好我爸总跟我抱怨，说他去钓鱼的时候坐公车不方便。既然如此，这个车就还给我爸，让他开吧，反正买车的钱就是他出的，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我一边说一边给我爸打去了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我直入主题，爸，高英杰嫌我陪嫁的车还得加油，太费钱了，还不如公车省钱。我想着正好你钓鱼需要，车子就给你开吧。我已经提前跟我爸打过招呼了，所以我爸丝毫没有谦让，直接同意了，并跟我约定好，明天一早他就过来取车。我的这番操作让高英杰和他妈震惊得无以复加，他们想要往回找补，说他们是开玩笑的，可我爸哪里会给他们反悔的机会。我爸说，我知道你们是为了顾全我女儿的面子，才特意说是玩笑。你们放心，我们家不是那种上赶着给别人找罪受的人，车我明天就开走，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说完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我眨巴着眼睛，十分乖巧地说，我这么听劝，就是随了我爸了。说完，我就回了房间，留下了那母子2人在原地捶胸顿足，后悔莫及。虽然换了个环境，但是我睡得还是挺不错的。第2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婆婆已经做好了早饭，虽然只有稀粥咸菜，但是我敢肯定，要不是因为高英杰也要吃早饭，我婆婆就连稀粥咸菜都不会给我做。那个咸菜乌漆麻黑的，早餐店里免费的咸菜都比这个看起来有食欲。对于如此简陋的早餐，我没做任何评价。
坐下来就开始吃。我早就跟思思说好了，让她从今天开始，每天上班的时候帮我买一份早餐。所以我现在坐在这里，就是做样子而已。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看着高英杰吃。更确切地说，是为了保证他除了桌上的这些，没有别的东西可吃了。他不是觉得工资上交给婆婆是一件十全十美的事吗？我总要让他加深一下体会。对于这样的早餐，高英杰果然很是嫌弃。他不高兴地说：“你这做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既吃不饱也吃不好。你给我拿点钱，我路上买点吃吧。”我婆婆也不高兴地说：“外面的东西又贵又不卫生，哪里有家里做得好？”然后就见她背过身去，对着高英杰狂使眼色。不过她正对着厨房的玻璃门，所以她的小动作被我尽收眼底。高英杰并莫明白我婆婆的暗示，他不解地问：“妈，你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吗？眼睛怎么一直在抽筋呢？”我揶揄地说：“妈，知道的是你没睡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给英杰留了什么好东西，要让他躲起来偷偷的吃呢。”婆婆尴尬地笑：“怎么会呢？”高英杰后知后觉的才反应过来婆婆的意思，也知道婆婆是想要背着我给她开小灶，但是她叹了口气说：“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坐公车到公司，路上要很久。算了，我早上不吃了。”高英杰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特别的落寞。他可能以为自己真的错过了他母上大人留给他的好东西。我心说，你这个表现其实大可不必。刚才我趁着婆婆去厕所的时候，已经去厨房看过了。所谓的好东西，不过就是2个水煮蛋而已。我这个婆婆，一如既往的抠得丧心病狂啊。高英杰走后，我婆婆对我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。她说：“你怎么还不出门上班？别迟到了再扣钱。”我懒洋洋地说：“我一会跟我爸一起走，正好他要去钓鱼，可以顺路送我去公司。下班的时候他还可以再给我送回来。以后我上下班都可以搭我爸的顺风车了，这样我连公车的车费都能省下来了。我聪明吧？”我婆婆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谁家当父母的不是一心为了孩子？要我说啊，你爸就应该负责加油，然后把车留给英杰开。”我撅着嘴说：“可是开车要集中精神，很累的，还不如坐公车省心呢。而且每天英杰去公司那里找车位也很麻烦的，哪里像公车那样，下车以后就什么都不用管了。我爸这么做也是出于好心，你也是为人父母的，我想这种心情你应该也是懂的吧。”于是我眼看着我婆婆的脸又一次的变黑了。我快快乐乐的出门上班了，徒留那个老太婆在家里咬牙切齿。我早就想到了，那个老太婆不会让我好过的。所以在晚上回家后，发现餐桌上只有一盘炒得过火了的菜叶子的时候，我的心情还算平静。我婆婆假惺惺地对我说：“我今天实在是太饿了，一个没注意，就把其他菜都给吃光了，只剩下这些了。你就将就一下吧，多吃点大米饭，也能吃饱的。明天我肯定会多做一些出来的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”我说：“妈，你做饭也很辛苦，我哪里会挑3拣4呢？我吃这些倒没问题，可是我怕英杰要不高兴的，我还是再做一些出来吧。”说着，我就打开了冰箱，然后我就看到了冰箱里放着的油焖大虾和红烧排骨。很明显，这是我婆婆特意给高英杰留出来的。我故作惊喜地说：“妈，这冰箱里不是还有菜吗？你是不是饿昏了头，忘记了？”婆婆讪笑着说：“瞧我这记性，我确实是忘了。”我说：“那正好，我就不用再做了。”我把那2盘菜拿出来用微波炉热了一下，然后就开动了。我每吃一口，我婆婆就深呼吸一口气，她不停地念叨：“你少吃点，
你把菜都吃光了。一会英杰下班回家要吃什么呀？我羞赧地说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一样也太饿了，控制不住自己呀。没事，就当让英杰减肥了。然后我又故意很夸张地问，妈，你不会是舍不得让我吃饱吧？你要是觉得我吃得多的话，你就把我的工资卡还回来，以后我用自己的钱买菜，不会让你难做的。我婆婆闷声说，哪有的事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我既然提出要管家，那就算是钱不够，也是我往里面搭钱的。要是你把工资卡拿走，我怕你才真的要吃不饱饭呢。一个月2000块钱的伙食费，我确实很容易吃不饱。所以我笑着说，妈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我婆婆犹如哑巴吃了黄连一般，心里苦，但是却不能说。她脸上的表情变换十分精彩。同样心里苦的还有高英杰，不同的是，他有嘴。他在得知自己的晚餐只有一盘菜叶子之后爆发了。我早上就没吃饭，中午公司的伙食也跟猪食一样，我都没吃2口，好不容易等到下班，结果你就给我吃这个。妈，你要是不会管钱，就把工资卡还给我。这样的要求，我婆婆哪里会同意？毕竟她管钱的目的可不只是从我这里抠钱去丰富她的小金库。高英杰的工资同样也是她小金库的来源。我婆婆没好气地说，都怪你老婆，把我留给你的菜都吃光了。我本来是想要再给你做一些的，不过这个时间菜市场都关门了，要不你今天先对付一口，明天肯定多做一些。高英杰恼怒道，不行，我等不到明天了，今天我就要大吃一顿，你给我转点钱，我点外卖吃。我婆婆嗷的一声叫了起来，外卖那东西又贵又不卫生，你怎么能吃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冰箱里还有一些冻着的饺子，我给你热饺子吃吧。高英杰无奈地说，行吧，但你可快点，我一天都没正经吃东西，我都要饿死了。婆婆去热饺子去了，我却在原地十分疑惑，我婆婆压根就不会包饺子啊，而且她也不像是会去买成品饺子的人，所以冰箱里的饺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？于是我特意观察了一下，然后就看到我婆婆从冰箱里拿出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包装袋。这不是上次我妈给我拿的饺子吗？那次我刚从我妈家出来，就临时接到了一个出差的任务，完全把饺子这回事给忘了。等我想起来的时候，那些饺子已经常温放了整整5天了。我是打算直接扔掉的，是我婆婆主动说要帮我处理。我当时以为她说的处理是扔进垃圾箱，没想到是收进了他们家的冰箱。这一刻，我简直无比的同情高英杰。我婆婆应该也意识到了饺子不会新鲜，于是她直接在饺子汤里加了很多的酱油和醋，把饺子做成了酸汤饺子。高英杰可能真是饿坏了，也是对他妈的品性不够了解，他完全没意识到饺子有问题，美滋滋的把那一整盆饺子都吃了进去。他还一边吃一边说，这个饺子真好吃啊，就是汤里的醋放多了，有点酸，能不好吃吗？那饺子可是我妈用新鲜的海肠包的，因为我忘记收进冰箱而白白浪费了，真是把我给心疼的不得了。现在吗？我还真是一点也不心疼了。果然，那天晚上高英杰就开始拉肚子了。高英杰让我送他去医院，我冲着婆婆喊，妈，看病需要钱，你先给我转5000块钱过来吧。我婆婆哪里会愿意？她说，我儿子的身体我了解，他就是突然吃得太好了，一时有些不适应，多喝点热水就行了。我向高英杰摊摊手，表示他妈不出钱，我也无能为力，他还是自求多福吧。高英杰也知道他妈决定的是100头牛都拉不回来，于是也乖乖地认命了。
要说高英杰也是跟他妈生活的久了，身体已经有了抵抗力，要是换成是我，早就拉得脱水了。熬过了这磨一夜，高英杰的状态还真是好了一些。不过虽然是不用去医院了，但是高英杰整个人还是非常虚弱，于是他只好请了1天的假，在家休养。由于高英杰没去医院，没有医生开的诊断，所以他只能请事假。这个事假扣款，让我亲爱的婆婆有种天塌下来的感觉。受了这件事的影响，之后的几天，我婆婆倒是没在伙食上克扣我们了。主要是她发现每次受伤害的都是她儿子，我一点影响也没有。当然了，她也不会再弄什么变质的食材了，否则我们吃出了什么问题，要么花钱看病，要么请假扣工资，这对她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。这段时间我的日子过得倒是舒心，不过这样的美好生活到了15号我发工资的那一天，就维持不下去了。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，就发现家里的气氛非常凝重，我差点以为自己误入了谁家丧礼的现场呢。婆婆狐疑地问：“你工资卡里怎么只有2000块钱？”我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最近是行业的淡季，业务量缩减，我没拿到提成，所以只发了2000块钱的底薪。”婆婆怒道：“以前你不是说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有1万多块钱吗？”我说：“平均下来的话差不多，只不过有的时候一个月能赚10万，有的时候一个月只有2000，这都是说不准的事。”我婆婆激动地问：“那你什么时候能挣到10万？”我耸了耸肩道：“那得看行情啊，我要是早知道了，还不是月月都能赚10万了。”婆婆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了，但是我找的借口还算过得去，她挑不出什么毛病，她也不敢说出让我辞职不干的话，毕竟我说不定哪个月就赚到10万呢。这就像是掉在她眼前的胡萝卜，虽然她一时半会儿吃不到，但是又不甘心就此放弃。不过自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婆婆再一次开启了丧心病狂的节俭模式，因为害怕会被我占到便宜，所以这一次她无差别攻击，全家的生活标准都大幅度降低了。我感觉她打算把全家的生活总成本控制在2000块钱以内，以实现用我的工资养家的目的。水果和牛奶那是没有的，餐桌上顿顿都是菜叶子。我还好，毕竟我上班的时候有丝丝的头味。不过高英杰可就不行了，他是一点小金库都没有。自从我也上交了工资卡，高英杰的生活水准是断崖式的下降，他实在受不了了。于是他对我说：“要不我们还是把工资卡拿回来自己保管吧，主要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的情况太让你受委屈了。”呵呵，人只有在自己利益受损的时候才感觉到不公。不过晚了，我眨巴着眼睛说：“我一点也不觉得委屈啊，每天都有人把饭做好，多省事啊。”高英杰委屈地说：“可是我最近都瘦了。”我说：“虽然你瘦了，但是你更健康了呀，你现在可以每天坐公车锻炼身体，又停止了抽烟和打游戏的不良嗜好，我觉得比以前强多了。”高英杰愤愤地说：“可是男人总要有点爱好才能打发时间，我现在又不抽烟又不打游戏，难道你想让我去直播间看美女跳舞吗？你不怕我出轨吗？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我相信你哟。”见我油盐不进，高英杰气哼哼地离开了。出轨？别说我早就不打算跟他过下去了，我并不在乎，就算是在乎，就你一个都比脸都干净的人，要去哪里出轨？这年头，有哪个女人是傻子？又吃了2天菜叶子以后，高英杰实在是受不了了。这天我半夜起床，听到高英杰在和他妈说话：“妈，你还是把我的工资卡还给我吧，我的钱想自己支配。”婆婆不赞同地说：“工资卡给了你，你媳妇找你要钱怎么办？
他现在只赚那么一点点钱，还不是得在你身上占便宜吗？高英杰说，他又不是每个月都只发那么点工资，万一哪个月赚得多了，就是他养我了。婆婆说，要是这样，工资卡就更得交给我保管了，不然那么多钱，他大手大脚的都给花掉了，可怎么办啊？我想好了，为了防止他占你的便宜，你给你舅写个借条，就说买房子的钱是你舅舅借给你的，每个月要拿你的工资还钱给他，到时候就算是你们离婚了，这笔钱都不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不用分给你老婆的。高英杰激动地说，这个办法好，不过欠条你可得收好，不能给舅舅，不然他要是说真的借钱给我了，要我还钱可怎么办啊？婆婆说，那可是你亲舅舅，他还能坑你不成？想到高英杰他舅舅那个不靠谱样子，我心说还真的有可能呢，但是那又关我什么事呢？高英杰自从和他妈彻夜长谈之后，倒是没再说要回工资卡的话了。不过没过几天，他就说公司安排他出差，要1个月以后才能回来。高英杰他们公司的出差地点都是穷乡僻壤，大家都是能躲则躲的。这次我估计是高英杰自己主动申请的，毕竟那里条件再差，也差不过我婆婆这里。如我所料，在高英杰出差以后，家里连菜叶子都没了，每顿饭都只有咸菜疙瘩。婆婆说现在家里开销大，让我忍忍。呵呵，我半点也忍不了。我给我妈发了消息，让她赶紧过来解救我。我妈心领神会，没一会，家里的门铃就响了。我妈的那个大嗓门，在门外就开始嚷嚷。我正好路过，顺便过来看看我闺女。呀，你们正在吃饭呢？什么？你就给我闺女吃这个？我委屈地说，我婆婆说了，家里的开销太大了，我们只能吃得起这个了。我妈说，你和高英杰的工资都上交，怎么就沦落到吃咸菜的地步了？我妈拉住我婆婆问，你儿子现在烟也不抽了，我女儿的化妆品也不买了，你们都有什么开销？你给我说说，难不成你把钱拿去包养小白脸了？我妈这明显是赌气的话，却让我婆婆的脸立时变得煞白。她结结巴巴地说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？我和我妈对视了一眼，该不会是被我妈说中了吧？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解决我当下的问题。我妈说，不是你说的吗？家里开销大，我就是想知道，钱都花哪里去了？婆婆尴尬地说，不瞒你说，其实我们家有外债，我们家买的那个新房是管英杰他舅舅借的钱，现在每个月都要还钱给他舅舅的。我妈大声说，什么？你们家竟然有外债？结婚的时候怎么没说？你们家这就是骗婚。我妈人一直杵在门口，大门也没关上。我妈故意大着嗓门嚷嚷，吵得邻居们都出来看热闹了。这边是老小区，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认识了很多年了，退休老头老太太们也都是好八卦的人，于是都围了上来。现观众到位了，我妈就正式的开始表演了。我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，把女儿嫁进了你们家，她刚进门就让她上交工资卡，你拿着我女儿和女婿的全部工资，就给他们吃咸菜。我插话道，妈，你误会了，我婆婆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高英杰末出差的时候，我婆婆还是会弄一些烂菜叶子给我们吃的，是高英杰出差以后，家里才顿顿吃咸菜的。我的这一解释，完全是越描越黑。邻居们本来还在小声议论，现在看向我婆婆的目光都不对劲了。我妈继续说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他们家买房子的时候欠了外债，要用我女儿的工资去还债，大家帮忙评评理。房子是我女婿一个人的名字，可是却要我女儿帮忙还债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邻居们议论纷纷，他之前跟我显摆房子是全款买的，
没找银行贷款，没想到啊，是莫管银行借，找别人借的。可不，整天装出一副好婆婆的样子，说什么害怕儿媳妇上班辛苦，回家又要做家务，所以才让他们搬过来一起住，让他们享福。没想到却是给人家顿顿吃咸菜。你别这么说，也不是顿顿咸菜。他家儿媳妇不是说了吗？他家儿子没出差的时候，还是有菜叶子的。我婆婆可是要脸了一辈子的人，听到有人编排她，她哪里能受得了？她反驳道：她就2000块钱的工资，我有什么好算计的？我妈说，我女儿这个月赚2000，又不代表她下个月还是赚2000。她那个工资跟专案提成有关，都是专案结束一起给的。怎么？要是我女儿下个月挣10万了，你会给她9万8吗？我婆婆说，那怎么行？她嫁进来了，就是我们家的人，她挣的钱就都得上交。话刚说完，她就反应过来不对劲了。她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呢？这话只能在她心里说，并不能放在明面上讲。于是我婆婆心虚地结束了这场战斗，并表示以后肯定会好吃好喝地伺候着我。我妈的战斗力让我婆婆长了记性，在那以后，餐桌上的菜品种类确实丰盛了不少。主要是我妈上次来了之后，还加了很多邻居的微信。我如果受一点委屈，我妈会宣扬的，整栋楼的邻居都会知道。我婆婆实在是丢不起那个人，即使我婆婆发现，第2个月我的工资卡还是仅仅入账2000块钱的时候，都没再起什么闷蛾子了。就在我享受着2000块钱带来的高品质生活的时候，高英杰终于出差回来了。不过他这次回来以后，整个人变得神神秘秘的，他经常躲闪着我的目光，还会对着手机发呆。他这是真出轨了？不会吧？到底是谁眼光那么独特，会看上高英杰这么一个连饮料都买不起的穷鬼？就在我准备雇人调查他的时候，我听到了他和婆婆的谈话。高英杰确实是出轨了，女孩也不是眼光有多独特，就是单纯的仙人跳。他们2个人去开房的时候，被人家老公堵住了，人家开口就要50万，不然就要去告高英杰强奸。妈，你赶紧把钱给我，人家可是说了，收不到钱的话，不仅要打断我的腿，还要送我去吃牢饭。婆婆说，我哪里有50万啊？高英杰说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你和我爸离婚的时候，他不是把钱都留给你了吗？婆婆支支吾吾地说，我把钱借出去了。高英杰没察觉到婆婆的异常，她说，那你赶紧去把钱要回来啊。婆婆悠悠地说，人家不主动旋，我哪里好意思去要，那多难为情啊。高英杰震惊地说，欠债还钱，这有什么难为情的？高英杰不解，我却是听明白了，会难为情，肯定是暧昧男女之间的事呗。看来我婆婆这是把钱借给哪个老白脸了呀？隔了很久，我听到婆婆说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，你就放心吧。我还以为这个老太太终于有了点良心，愿意为了儿子放弃爱情了，却没想到是我高估她了。她所谓的办法是来找我要钱。她可怜兮兮地对我说，英杰被人骗了，欠了50万。你知道的，我们家也没10毛钱。我想着，要不你去找你爸妈借点，反正他们的钱将来也都是给你的，早拿晚拿都一样。我特别配合地说，妈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就交给我解决吧。听到我的保证，我婆婆笑得像朵花一样，不过她很快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她发现，我所谓的解决方法竟然是报警。她不是说高英杰被骗了吗？那有事情当然得找远景了。远景介入以后，可不单纯是一句被骗了就能解决的。高英杰被人仙人跳，以及我婆婆把钱借给了老白脸的事都瞒不住了。事情最终的结果是喜忧参半。
喜的是勒索高英杰的那几个人被抓了，事情很快被调查清楚，高英杰不用拿钱封口了。忧的是拿走我婆婆钱的那个老白脸，坚称那笔钱是我婆婆自愿赠予的，所以拒绝还钱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高英杰美滋滋地跟我说，我妈这个人太不靠谱了，所以我决定把我们的工资卡要回来，以后我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那辆车也就让你爸还回来吧，我上班还是开车比较方便。我冷笑，你想的还挺美的，不过你也就是想想了。想完了，我们赶紧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去。高英杰不解地说，我都把工资卡要回来了，你还有什么不高兴的？我说，一个坑，我是不会跌进去2次的，而且你凭什么以为我会要你这么一个思想上和身体上都脏了的人呢？高英杰无赖地说，反正我不同意离婚。我不冷不热地说，那我就要拿着立案通知书，去你的单位好好宣讲一下了。你也不能白白地上当受骗，总要给人当个警示的吧。还有你妈被老白脸骗钱的事，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，我可得在邻居那里也帮他宣传一下。高英杰咬牙切齿地说，离就离，你可别后悔。男人离不离婚都有得是人往上冲，女人离婚了可就是二手货了。我淡定地说，那咱们就走着瞧吧。和高英杰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那天，他跟我撂下了狠话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后悔的。男人啊，对自己总是会有迷之自信，不过社会很快就教会了他要怎么做人。高英杰去找那个老白脸要钱，一言不合2个人打了起来，最终高英杰这个小年轻不敌那个老白脸，被打折了一条腿。虽然被老白脸骗走的那笔钱最终以医药费和赔偿的形式要了回来，但是高英杰却莫少遭罪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这个时候高英杰他舅舅拿着欠条上门了，就是那个为了骗我的钱故意写给他舅舅的那个欠条。那个欠条被他舅舅找机会从我婆婆那里要走了，就这样，假欠款变成了真欠款。最后高英杰不得已把新房子赔给了他舅舅。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说的就是高英杰这种人吧。恶有恶报，实在是大快人心啊，彻底摆脱了渣男，我的人生也终于可以重新开始了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